真的，我本来计划非常晚，1月26号发上个视频，我预计肯定有很多人会问我问题，然后今天挑几个问题回答一下，正好水掉这一期视频，好嘛？结果整个评论区变成相亲角啊，就没几个问问题的，太诡异了，这一个个的，不光三观正、学历高、长得帅、身材好，而且在这个付费相亲的时代，他竟然是免费的。所以没办法了，我们今天就先换个话题吧。偷偷告诉你啊，越早在评论区发信息，被看到的几率就越大。你懂我什么意思啊？那么之前在微博上看到一条新闻哈，一对年轻的夫妻在高速公路上吵起来，女生气得要跳车，原因竟然是女生说老公只记得自己吃早饭，没有给她也买一份。虽然啊，这只是一件小破事吧，可能大家哇塞一下也就过去了。但如果我们把这些看成一系列事情，我觉得就值得重视一下了。比如我晚上出去玩没有打招呼，我听微信语音的时候关闭了公放，我发朋友圈合照的时候忘记给你美颜。为什么说这系列事情值得重视啊？因为我们往往会因为这些小破事，是吧，产生情绪，进而转向怀疑，甚至是人身攻击了。最后两个人搞得受不了场。负责任的说，每一对情侣都会产生这些小破事，而事态是缓和还是破裂，关键就看中间情绪这个点怎么处理的。对，为什么我没有说控制情绪，而是限定在恋爱中的情绪啊？因为不同的情绪产生的机制是不一样的。就说有些人吧，大姨妈来的时候看着天上的云都能哭出来，这也是情绪，但你能怪云吗？而恋爱中的情绪很多都是由恋人的一些行为所引起的，而恋人关系很特殊啊，它是有羁绊的。你可能惹到我了，但我又离不开你，所以新闻里的女生委屈的不行，要跳车，这在干嘛？本质上是在通过伤害自己的方式引起对方的关心嘛。我们先不说这样做只会让关系进一步恶化，总这样搞自己也很累啊。所以如果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在这方面情绪能够更稳定一点，一方面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一方面我们自己也会轻松很多。道理就是这个道理，那怎么做到呢？我帮大家梳理一下啊，其实就有3种能力了，而最后你会发现，这3种能力就是一个人情商高低的真正的体现。这里说的独处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一个人待着它更接近于一种和自己相处，专注于自己的感觉。比如用跳车来引起对方的关心，倒不是说这样没用而是这种方法可以解决眼前的问题，是她老公肯定要心急，但是放长远一点，这种行为会引发更多的矛盾，可想而知，对吧？后面他们免不了一顿吵，更麻烦。而独处就是把注意力从对方身上拉回来，转回到自己身上。老公没有买早餐不爱了怎么办？相反我应该更加的关心和照顾自己，好好吃饭，不能让自己受更多的委屈嘛，把自己哄开心了。至于和老公之间的那个矛盾，可以先往后排一排。这种独处是一种能够从不愉快的人际关系里面暂时的抽身，并且让注意力回归到自我的能力。同样我们也可以理解成，这就是一种对自己负责的能力。很多人平时性格很好的心智看起来也很成熟，一旦谈恋爱变了个人，什么情绪化、恋爱脑各种问题都来了。为什么？因为单身的时候只能自己对自己负责，而谈恋爱之后就难免产生了某种托付感，就开始要别人对自己负责了。而一旦别人没有负责，情绪就出现了，情绪带动行为，跳车、跳楼、跳崖都来了。跳舞，对，以后就改跳舞吧，跳舞能让自己开心。要我说命运所以方法也很简单，以后对象惹你不开心了怎么办？就是不要去想做什么能让他来让自己开心，反一下，做什么能让自己开心，让自己先开心起来。至于对错，等情绪稳定下来，对吧？我们就是要稳定情绪，再去讨论嘛。这是高手。你对我好的时候，我接受你好；你对我不好的时候，我也能随时对自己好。这种收放自如的状态，必然会让情绪稳定了。好，问题终归是要解决的，这光傻乐也不行，对吧？各种各样的问题，小到忘记哪一天在一起，大到出轨什么的，总之他们可能很突然很棘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种失控的感觉会严重的冲击我们的安全感，从而打破情绪内核的稳定状态。那很简单嘛，我们反推一下如果要情绪稳定，这种失控的部分越少，是不是人就越有安全感，越淡定？
无能才会狂怒，是吧？好，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我尝试细分一下。一般来说就是3件事：第一，预判并且提前做好准备，这个也是我很崇拜的一种人生哲学啊。我一直告诉自己，绕过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就是不要让那个可预见的问题发生。这不挺好吗？比如你被一个人吸引了，但性格上明显合不来吧，你都能预见后面会因为什么事情吵架分手，于是你告诉自己打妹，这就是预判。比如2个人吵完架，有的人会想，我应该做些什么来缓和气氛，如果不能缓和，分手我能不能接受呢？如果不能接受，我可以做点什么让自己接受呢？这也是预判啊。找个备胎还是跳舞，跳舞能让自己开心。要我说命运呢？当然啊，总有我们预判不到的情况会出现，所以第2件事就是随机应变，见招拆招了。这个听起来很难啊，但其实方法论特别简单。很多女同学遇到感情问题的时候，会习惯性的纠结在他好像没有那么喜欢我了这件事情上，这种思维不利于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就要换一种问法。好，他不喜欢我了，要让他重新喜欢我，怎么办？这个我现在没有办法给出标准答案哈，不同人不一样，以后专门做视频来说啊。但是你会发现方法论是什么？其实就是问自己3个问题：事实是什么？然后目的是什么？然后方法是什么 ？OK， 当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解，但是我在做咨询的时候帮人出谋划策，其实都是严格的遵循这个方法论，每一次都是。最后情绪如果已经发生，那尽可能的去补救。所有情绪冲突的补救啊，说到底就是道歉加时间这2件事，而且永远都是这2件事。所以情绪爆炸了之后怎么办？很简单，就是道歉，真诚的道歉。我刚才不应该那么说，是因为我听到哪里的时候想到了什么，太激动巴拉巴拉之类的。只是很多人吧，就是气不过，谁还不是大宝贝呢？凭什么是老子来道歉？越气不过，情绪就越重，情绪越重，就越气不过。为什么说敢于道歉的人格局更大是因为他不要脸吗？是因为这其实是一种自我纠错机制。一个人如果没有这种纠错机制，那就会一直错下去，后果也可想而知了啊。第3种能力就是接受失控的能力。我知道可能已经会有弹幕在说，不是什么问题都能让步的东西都出轨了还谈什么？确实总有一些问题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很多时候只能接受。那么如何接受呢？我认为是2点。首先，改变看问题的角度。可能大家都有经历过一件事，就是被误解。你明明不是这个意思，但别人就觉得你是这样的，你解释也没用。失控吗？太失控了，毕竟我们没办法钻到别人脑子里改变别人的想法，而且这类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尤其多了。毕竟我做视频的形式就是表达，而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嘛。渐渐的我就意识到，虽然我不可能控制别人不去误解我，但是我可以换个角度理解这件事情。既然是误解，那么被误解的这个人就不是真正的我，只是他们想象中的我。那我还去说服什么呢？我不需要去为一个本身就不是我的幻想负责。而想清楚这点之后，我再去面对误解，真的情绪就稳定了很多。有时候一些弹幕什么，我不会觉得自己被伤害到，真的就这么管用。好，可能有人会说，说这么多就骗自己咯。如果你非要这么认为，我确实还有另外一种思路就是把时间维度拉长来看问题。简单点说，我就是被分手了，我接受不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这件事情5年之后还重要吗？10年之后呢？这不是我乱掰因为我们现在去回想10年前的那些问题都会觉得很蠢，对吧？按照这个逻辑，10年后看今天的问题一定很蠢。那些我们控制不了的事情，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真的就不是问题了比如失恋对我们现在来说是天大的事，他不爱我了，我过不去了，现在跳舞都救不了我了。但是拉长时间维度看，你就那么确定你这辈子只能有这一个人吗？对吧？现在的这种过不去，10年之后还会有吗？如果你找不到感觉你就往前面10年想看看10年之前有多傻逼，感觉就来了。真的，就这种精神胜利法让我活到现在
好，当然这个不会完全消除你的痛苦，你依然会难过，这没关系啊。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让情绪稳定，你感觉到情绪稳定下来就已经成功了。而且我实话说，应该很少有人能把上面3点都做到，还是分事情吧。有些我们能预判的就早点预判，能解决的就去解决，能接受的就去接受。好，这里我们会发现，学着让情绪的内核更稳定的过程，本身就是心智成长的过程，而且人和人的情商高低就是这样被拉开的。所以希望大家也都可以更独立更聪明、更强大，也更通透和豁达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难能可贵的品质。而且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为什么情绪稳定是一种能够让人着迷的魅力。